美军有这么一支部队，它出现在绕越宇航员降落的现场，出现在飞行员被围困的伊朗山脉。它是让拥有千万粉丝的网红放下功成名就，只为实现自己理想。这个部队到底有着什么样的魔力？3月13日，全球唯一参加过海豹突击队、陆军游骑兵、空军战术空营3项精英训练，拥有千万粉丝的地表最强男人大卫·戈金斯依然报名参加 PJ 选拔。4月3日，伊朗扎格罗斯山脉深处，一架美军 F-15E 战斗机坠毁，2名飞行员弹射落入敌后。几小时后 ，PJ 小队戴着头盔，全副武装，死死盯着舱门外的黑暗。他们的任务是在这场极度危险的绝境中，把陷入重围的飞行员活着拽回来。4月11日，人类时隔53年再度完成载人绕月飞行。阿尔忒弥斯号2号飞船携带4名宇航员，以35倍音速冲入地球大气层，最终降落太平洋。还是 PJ， 他们早已提前部署在降落海域，全程参与救援行动，确保4名宇航员顺利出舱，安全转运。2026年的春天，这3个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却共同指向了美军最隐秘的王牌——伞降救援部队。为什么这支连海豹见了都要喊大哥的部队，会频繁出现在每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行动中？他的身上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很多人不理解，美军已经有了海豹和三角洲，为什么还要花天价培养 PJ？ 我们来看2个画面。当海豹突击队执行任务时，你看到的往往是踹开房门，用极其干脆的枪法清剿屋内的所有威胁。但一名 PJ 面临的日常却是，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他的右手可能正在用步枪压制着几百米外的敌方狙击手，而他的左手和沾满泥水的双膝正跪在地上，冷静地切开一名重伤战友的气管，为他插上呼吸管。在美军内部， PJ 被赋予了一个非常别扭的称呼——医疗突击队。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矛盾，又是医疗又是突击，但它精准地描述了这群人的生存状态。回顾 PJ 的起源，那是在2战时期，在缅甸和东南亚那片遮天蔽日的原始丛林里，大量盟军飞行员失踪。当时美军发现，普通的地面部队根本进不去那些绝境，而单纯的医护人员降落下去也只是送死。于是，一种既要会打仗又得会动手术的混合型兵种诞生了。这就是 PJ 与众不同的含金量。一名普通的海豹突击队员，只要枪打得准，体能爆表，战术娴熟，就能执行任务。但一名 PJ 首先必须持有 NRE-MPT-P 执照，这是美国国家认证的高级急救医生。很不夸张地说，每一名 PJ 队员绝对也是一个医疗高手。这就意味着，当他们降落在敌后，面对一名腹部被弹片切开、正在大量失血的战友时，他们不仅要能用手中的步枪压制住几百米外的狙击手，还能在这个过程中冷静地完成开胸止血或气道管理手术。但真正让 PJ 在美军体系中占据神坛的，不仅仅是技术和医疗，而是一种近乎偏执的信条。每一个 PJ 队员的胸前都刻着这样一句话 ：The others may live。为了让他人能够活下去，火力军之前看到一个更好的翻译叫“以我之命换彼余生”。但是想要戴上这个荣耀的徽章，就必须先去地狱里走一遍。PJ 的选拔极其苛刻，很多人觉得特种部队的选拔无非就是负重长跑、泥潭爬行，但对于 PJ 而言，这是一场近乎冷酷的考核。他们把这种全新的训练阶段称为租录课程。在过去 ，PJ 的训练是线性的，先练体能，再练跳伞，最后再学医疗。但空军教育与训练司令部在复盘了近几年的冲突后发现，这种模式太慢了。于是，在德克萨斯州的拉克兰空军基地，全新的租录课程被推到了所有学员面前。这是一种全方位的压力测试，它把原本属于高级阶段的实弹射击、战术移动以及复杂的伤员救护考核，全部压缩到了最初的16周里。这意味着，当学员们为了每天只睡4个小时而精疲力尽时，还得在震耳欲聋的模拟爆炸声中一边还击，一边给模拟伤员进行气管切开手术。这种改变直接导致了整体淘汰率飙升到了 80% 以上。但体能上的折磨仅仅是门槛，真正让无数壮汉在深夜抱头痛哭的是标志性的水下信心训练。想象一下，你必须穿着沉重的军装和作战靴，在教官冷酷的注视下，在水底彻底处于缺氧状态。只要你憋不住气，在水面露出一丝本能的恐慌与求救挣扎，你的职业生涯就宣告终结。正是这种连20岁小伙子都能成批倒下的炼狱，却在2026年3月迎来了一位疯狂的挑战者，51岁的前海豹突击队传奇、畅销书作者大卫·戈金斯，获得了年龄豁免重新入伍，直面这套残酷的 PJ 选拔。消息一经美国空军官方证实，瞬间引爆全网讨论。这位早已功成名就的硬汉，放弃优渥生活，以年过半百的身体挑战美军最严苛的特种训练。有人质疑，这不过是一场双向作秀。身为顶流励志网红，戈金斯早已名利双收。51岁的身体难以扛过淘汰率超 80% 的特战特训，
这无非是借军方热度巩固硬汉人设，而美军也可借助他的影响力征兵造势，双方各取所需，本质是流量博弈。但火力军认为这是一场迟来的圆梦。很少有人知道，上世纪90年代，戈金斯曾冲击 PJ 选拔，却因医学问题遗憾止步。这份执念深埋半生，如今褪去光环，以高龄重返赛道，他已经功成名就。如果是为了流量，他的方式有很多，没有必要参加这么残酷的选拔挑战。而且抛开争议，戈金斯的选择本身就值得喝彩。年过半百，不恋安逸，敢于直面严苛训练与失败风险，这份打破年龄枷锁、勇于追梦的勇气，早已超越结果本身。他用行动诠释了强者从不设限，这份魄力与初心，无论最终能否通过选拔，都值得所有人敬佩。而美军仅在年龄上给这位勇士看着绿灯外，并没有因为他的影响力给出任何多余的优待。这也说明了 PJ 的贝雷帽之所以是绿色的，是因为每一顶帽子在发到战士手里之前，都已经被汗水、池水和近乎崩溃的执念浸透了。这种极端的选拔并不是为了制造杀人机器，而是为了筛选出那些在死亡面前依然能保持神志清醒的战士。PJ 这种部队为什么能成为美军空战体系的底牌？仅仅看训练场上淘汰率是不够的，在那顶绿色贝雷帽的背后，真正支撑起这支部队灵魂的是长达半个世纪用实打实的战绩来添出来的丰碑。时间回到1966年4月的越南丛林，在一场名为查坎密的遭遇战中，美军第一步兵师的一个连队在密林里落入了越共主力部队的陷阱。短短几分钟内，整个连队的伤亡率就飙升到了 80%。 在那种连空气都仿佛在燃烧的丛林里，幸存的士兵只能绝望地缩在弹坑里，等待着注定不会到来的奇迹。当时年仅21岁的比尔·皮森巴格正坐在赶往现场的 HH-43 救援直升机上。当他透过盘旋的硝烟向下望去时，他发现地面的医疗兵已经全部阵亡，受伤的兄弟们甚至连止血带都无人帮忙缠绕。按照常规操作规程，如果地面火力太猛，救援机组有权拒绝降落。但皮森巴格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后来改变了整个空军救援队的地位。他拒绝搭在相对安全的直升机舱里，而是利用100英尺长的钢缆，在漫天飞舞的子弹中空降到了这片人间炼狱。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皮森巴格不仅奇迹般地稳住了9名重伤员的生命，甚至在直升机因为受损严重不得不暂时撤离时，他果断挥手示意让战友先走，他选择留在这个必死的阵地上。直到今天，我们翻看那份已经发黄的战报，依然能感受到那种令人窒息的惨烈。当夜幕降临，弹药已经耗尽，皮森巴格放下了手术刀，从阵亡的战友身上搜集子弹，拿起步枪继续与冲上来的敌人搏斗。第二天清晨，人们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他的遗体。这位21岁的战士在牺牲时，一只手还死死握着步枪，而另一只手则紧紧攥着他的医疗急救包。他用自己的命换回了连队里60多名兄弟的生还。如果说皮森巴格代表了丛林时代的无畏，那么30多年后的杰森·康宁汉则在阿富汗的万尺雪山之上，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什么叫 PJ 的誓言。2002年3月4日，在著名的库塔尔加战役中，一架满载快速反应部队的支努干直升机在降落山顶的瞬间被 RPG 火箭弹击中，机体在雪地里剧烈翻滚并起火。而此时，周围高地上早已埋伏好了基地组织的重火力。康宁汉作为机上的首席医疗兵，在坠机后的第一时间就接管了指挥权。他顶着密集的迫击炮火，强行把正在燃烧的机舱改造成了一个临时的急救站。但敌人的火网越烧越紧，炮弹落点距离伤员集结点越来越近。康宁汉意识到，如果留在原地，所有人都会被炸成肉泥。于是，在海拔1万英尺的缺氧环境下，这个年轻人找来了一个极其简陋的小型雪橇。康宁汉独自一人拖着那个满载伤员的雪橇，在敌人密集的机枪扫射下，先后7次跨越了那段毫无掩体的火线。他每拖动一次，就意味着一名兄弟在死神门口被拉了回来。直到第7次，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防弹衣缝隙，穿透了他的肝脏。他是自越战以来第一位在行动中阵亡的 PJ， 他的牺牲直接促成了美军后来对整个战斗搜救流程的颠覆性改革。这2位英雄的故事揭示了 PJ 的职业本质，他们是用一群经过极度严苛筛选、掌握顶尖战争艺术和医学技能的国宝级精英，但发生危险的时候，他们会毫无犹豫地拿命去换回那些处于绝境中的普通官兵。这就是绿色贝雷帽最真实的底色，它不仅仅代表着荣耀，更代表着一种随时准备为救下更多人而牺牲的觉悟。但 PJ 能把别人从地狱里拽出来，很多时候他们却很难救回来自己。脱下军装后，幸存者内疚就成了最大的折磨。那些功勋卓著的老兵会在深夜的访谈中红着眼眶自责，如果我当时能再快5秒钟，那个断腿的飞行员是不是就能活着见他女儿？火力军在这些眼泪中读到的是真实战场的救人情怀，那是把战场上的复杂多变归咎为自己为什么不多努力一点点的自责。面对这种深渊般的痛苦，这群硬汉没有选择沉沦，他们开始相约去攀登最险峻的雪峰，去进行最狂野的高山速降。
在那些远离战火的清冷空气里压制平息内心的风暴，这些英雄会好好活下去，为了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这种从神坛回归凡人的过程虽然痛苦，但却充满了一种真实的力量感。这就是关于丽瑟贝雷帽最完整的一面。他们并不是无坚不摧的超级英雄，他们也会恐惧，也会崩溃，但正是这种普通人的脆弱，才衬托出他们在之前行动中做出牺牲选择时的伟大。这种伟大不是因为他们不怕死，而是因为他们即便在知道会面临这种终身折磨的前提下，依然选择了纵身一跃。对于一名真正的 PJ 来说，救援从来不是一份打卡下班的工作，而是一种已经渗入骨髓的生理本能。2025年1月17日，一名现役的 PJ 队员在阿尔卑斯山休假滑雪，当时他正和家人享受着阳光，突然几百米外的山坡发生了中型雪崩，一名滑雪者被瞬间掩埋。在救援队还没来得及启动直升机的时候，这位 PJ 队员已经靠着本能冲了过去。在没有专业器械的情况下，他仅凭着在走路过程中练就的肌肉记忆，在冰天雪地里徒手对重伤者进行了止血包扎，并利用滑雪板和围巾制作了一个简易的固定支架，强行维持住了伤者的生命体征，直到后续医疗力量抵达。这种休假即待命的状态，正是 PJ 能够应对2026年日益复杂多变的全球挑战的基石。除了这种突发性的本能反应， PJ 在2026年还承担了一项载入人类文明史册的任务。在2026年4月，人类时隔54年第二次在人绕月飞行中，有一支非常低调但极其关键的部队——美国空军第3分遣队。这支部队的核心就是经过特殊训练的 PJ。当阿尔忒弥斯2号猎户座飞船冲破黑障，在太平洋预定海域精准降落，此时隶属于美国空军第1航空队第3分遣队的 PJ 们已在此刻待命。作为 NASA 专属的深空回收特遣队，当降落激起的浪花尚未消散，他们便以最快速度乘坐直升机抵达降落点。他们首先协助航天员稳固舱体，完成海上安全脱离，随后以专业急救装备对航天员进行全面体检，快速监测生命体征，处理因太空环境带来的生理适应问题。在海空一体化协同体系支撑下， PJ 配合海军2栖舰艇与417运输机构建起高速转移通道，从迎接航天员至完成医疗监护，全程严格控制在1小时内，确保每一个环节零风险。而且他们也为最坏情况做出了预案，万一降落轨迹出现偏差，掉到了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中心，或者是在发射阶段遭遇紧急终止，在公布的部分演习画面中， PJ 队员们搭乘运输机飞抵公海上空，他们直接向海面空投特制的快速突击艇，随后自己背着沉重的装备纵身一跃。他们的任务是在茫茫大海上寻获返回舱，并为可能受伤的宇航员提供长达72至96小时的极限海上医疗支持。在那种孤立无援的环境下，每一名 PJ 都是一座微型的海上医院。从阿尔卑斯山的积雪到太平洋深处的波涛，再到战火纷飞的敌后禁区，2026年的 PJ 正在重新定义什么叫极限救援。他们用最高端的技术和最原始的勇气，撑起了一个关于生命的终极承诺。他们告诉每一位执行任务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角落是绝对的死地，只要还有呼吸，那就等待那顶丽瑟贝雷帽带你回家。让我们回到扎格罗斯山脉深处， PJ 的成功营救再一次证明，他们这群人本质上是美军作战体系中最核心的一环——心理保险。当一名前线士兵知道，即便自己掉进地狱的最深处，依然会有一群戴着丽瑟贝雷帽的疯子，愿意为了带他回家而付出任何代价时，这支军队的战斗意志才会真正变得坚不可摧。技术在变，敌人也在变，但那句为了他人能活下去的誓言，已经成了这支部队的基因。你会发现，这群人并不是电影里那种没有痛觉的战争机器，他们也会害怕，也会在深夜因为内疚而抽泣，也会在平民生活里感到迷茫。但正是这种作为凡人的脆弱，才让他们的每一次空降，每一次在弹雨中的止血，显得如此伟大。他们是在用自己的创伤去换取他人的存活，用自己的生命余光去照亮那个处于死神边缘的战友。在这个隐形战机穿梭、远程算力主宰战场的时代， PJ 提醒了我们一个最朴素的真理：无论科技进化到什么程度，战争的本质终究是关于人的。而在那道最寒冷、最绝望的生死线上，唯一的温度往往来自于那双从天而降、有力且温暖的手。这就是美国空军伞降救援队，他们是战士，也是医生，是最后的保险，也是最初的希望。好了，关于 PJ 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你们觉得 PJ 未来还会执行哪些神秘的任务呢？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